他是京剧频出的职业选手。遇到我们的时候，你才是挑战者，都是同龄人。我原本没想降维打击，受不了了！KSKBL 康神开播了，康神开播了，真的假的？本期人物为你分享 VCTCN 最高的山康神康康。天不生我们 EDG VCTCN 万古如长夜。这个世界急着听年少成名的故事，而康康就是最佳模板。在拿到全球总决赛冠军和 MVP 那一刻，回首自己的前半生，发现才刚20岁。在被问到是什么成就了他的冠军的时候，康康是这样回答的：有很多吧，像我的兄弟们、我的家人、我身后的无数个人，我支持我的粉丝们，还有以及 VCTCN 所有的队伍，他们都在我们背后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拿这个冠军？他提到了许多，却唯独没有提到自己的努力。当他将高光聚焦在整个 VCTCN 那一刻，他就是全场最帅的人，没有之一。你再这样说，我胖了，我真的受不了嘞。康康原名郑永康，2004年出生于重庆 ，ZMJJKK 是他的游戏 ID。这看似乱码的昵称，其实暗藏一段暖心的亲情故事。康康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恐怖的 FPS 天赋，注意是 FPS 天赋，而不是特定的某款游戏。12岁，他就是 OW 国服前50的大手子。13岁打 CSGO， 轻轻松松打上小地球。14岁成为吃鸡的职业选手，后来打 Apex 也是宇宙级猛男，简称 FPS 天才少年热知识。这都是康康早期直播间的自我介绍。不得不说，当时的康神还是非常豪情在天的。虽说当时康康游戏打得相当厉害啊，但一开始他的父母是非常反对他走职业这条路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他的哥哥郑民佳站了出来，劝说父母支持康康的梦想。在哥哥的劝说下，父母最终决定支持康康打职业。没有哥哥就没有如今的冠军康神。另外，康康最早也是因为哥哥才接触的电脑游戏，可惜哥哥的天赋并不出众，不能跟他在职业赛场并肩作战，因此康康把哥哥的 ID ZMJJ 加到了自己的 ID 了 ZMJJKK， 一个 ID 承载了2个人的电竞梦想。2020年，拳头新游瓦罗兰特上线，这游戏当时还没有国服，在很多人听都没听过的时候，康康就已经在里面拿着狂徒乱杀了，还成为 RNG 的职业选手。兜兜转转2年半，康康来到了 EDG。这一年的康康才18岁，入队后很快带着队伍打进世界赛。这一年的 EDG 在中国区打比赛就跟炸鱼一样。不过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很多人说他们也就只能在国内打比赛了，跟国外战队一碰就碎。面对质疑，康康选择用实力说话。2024年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 ，EDG 一路高歌猛进，打到了总决赛，对上了 TH 战队。能进决赛的队伍实力自然不用多说 ，EDG 跟他们打的是难舍难分 ，BO5 直接打满了。在最后一图中，双方比分咬得非常紧，比分很快来到9比11。虽然 EDG 在比分占据上风，但上把的失误让他们的经济崩盘了。若是被对面拿下，那基本就要被连拿2分追平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康康梭哈了一把英雄数位，开局果断前顶，在队友的闪光配合下，直接用4杀拿到赛点，最后也是理所当然的赢得了比赛。谁是大明星？此刻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康神。他用冠军和 MVP 打碎所有质疑声，证明自己是世一居，更是世一绝。20岁的他功成名就，站在了无畏契约的最顶峰。在绝对的实力背后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那没有被磨灭的少年心气。无畏契约职业选手如过江之鲫，只有康康用一个又一个金句留下多个传世经典。在夺冠之后，康康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天不生我们 EDG VCTCN 万古如长夜。此话一出，很多人都绷不住了，纷纷吐槽太尬。可是我觉得很神圣啊，毕竟在 EDG 此次夺冠之前 ，CN 队伍在国际赛事上确实是不被看好，康康彻底打出了 CN 瓦的名声，这一点没毛啊。要是光这一句还好，结果主持人和观众都老惊了，就好像掌握了什么 bug 一样，发现只要在康康说话的时候多哇哦几声，就能自动触发康康爆出金句。冷知识，这几句话都是同一场采访。要知道前一个亚一居吴世勋憋了3年才憋出来一句空悲切，你康神1分钟爆出3句金句，牛不牛？你康神，而且康神爆金句还不需要前摇，前面还笑嘻嘻说着话呢，突然秒切战斗脸，一脸严肃就把这些话给说出来了。尤其是那句不要小瞧 EDG 所有人的羁绊啊！喊完之后还做出嚼口香糖的动作，这确实是绷不住了。不过大家玩梗归玩梗，最多也就是模仿康神说几句豪言豪语，却没人真的喷他菜。康神有狂的资本，要是我20岁拿下世界冠军，那我绝对比康神更豪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谁不想在万众瞩目下急头白脸的装上一波呢？这样一看，康神确实是神了。